今天我要用高丽菜和金针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是一道在自助餐里面很常看到的一道菜，也是我们家孩子很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就是高丽菜炒冬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istin 爸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高丽菜和金针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来准备半颗的高丽菜，直接切一半。 如果是平常用2、3片叶子，我就会从外层开始剥起。那今天因为炒比较大盘，所以就直接半颗。另外半颗放冰箱冷藏保存，明天可能分个2、3次就吃完了。如果是要保存久一点的话，就要从外叶慢慢剥，才会保持新鲜度。把高丽菜对半切，等下比较容易剥开。这样子就很好剥了，等下清洗的时候就很方便。 这些不漂亮的刚好可以挑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准备拿去清洗，高丽菜清洗好了，现在找几片排整齐来切。 压一下，切条。我来到台湾，发现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，我觉得台湾人呢很喜欢吃高丽菜，自助餐里面呢都一定会有炒高丽菜这一道菜，便当菜里面就是便当盒里面呢也一定会有高丽菜。 点合菜的时候呢，大家也一定会点高丽菜一盘的包子啊、润饼啊、水煎包、水饺，大部分的馅料里面都是高丽菜口味的。给我感觉呢，台湾人好像是离不开高丽菜。在马来西亚也有高丽菜，马来西亚人会叫高丽菜叫做包菜。除了炒，最常拿来就是用成煮咖喱，就是煮咖喱。润饼呢，就是薄饼。 里面呢绝对不会有放高丽菜的，就是包豆薯，也就是马来西亚人叫的芒光为主。菜包呢也不会包高丽菜，会包炒香的豆薯和红萝卜。大家呢都是华人，但是呢每个国家吃东西的方式呢还真的有一点不一样。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可以在影片下留言。 包菜除了煮 curry， 还会用来煮什么料理呢？那台湾的朋友可以在影片下留言。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包子啊、水饺、润饼等等的馅料都是高丽菜的，还有什么料理也是会用到高丽菜的呢？或是你们都怎么做高丽菜的料理？现在就是把这个高丽菜切成条状，不用切得太细，就是如果是做生菜沙拉就切细一点。 这个是炒的，我就会切比较粗。把高丽菜放入篮中，准备一包金针菇，先拿去冲洗，清洗好了，赶快来切，把根部切掉，不要。这里切碎。 金针菇也可以不用清洗，直接切。如果要清洗的朋友，就要赶快把它吸干水分，切一切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切下来。 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条，细条状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包的红喜菇，今天用一半，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。 直接把红喜菇拨散在盘中，准备10克的姜，切片，切姜丝也是可以，因为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吃姜，等下姜片比较容易挑出来。
把姜片放入碗中，准备一颗青椒，把青椒切一半，方便去掉头和种子。膜也一起去掉。先切成3等份，切条。高丽菜也叫做甘蓝，原产于欧洲西部沿岸，像是法国中北部以及地中海沿岸。它是属于外来种的蔬菜，它的野生种类形态是不结球形的。经过自然与人工的选育后呢，它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甘蓝。甘蓝喜欢冷的气候，就是比较凉、比较冷的气候，在台湾秋季、冬季栽种是容易的。许多品种中啊，又以日本引进的品种，像是初秋栽种最多，因此呢产量丰盛。但是夏季高温多湿季节，因为没有适当的耐热品种，一般在平地栽种不容易，需要移到高冷地生产，造成供应不足。售价往往就会比较高，所以台湾自行育种，它就朝向夏季耐热、品质优良以及稳定等等的特性呢，以中部平地夏季可种植为目标。现在除了高温季节产量比较少之外，平地周年呢都有生产高丽菜，高丽菜老少都嫌疑是国民蔬菜的有这个称谓。难怪我觉得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高丽菜可以吃，而且走进菜市场一定也是有看到很多摊贩在卖高丽菜，就是马来西亚人说的巴萨啦，这个菜市场。那台湾的高丽菜的产期呢，分为2个，第一个是平地产区，主要集中在云林县与彰化县，主要生产季节是10月到隔年的5月。那第二个高冷地区呢的产地，就是主要以宜兰县、南投县还有台中市，生产季节就是5月到11月这之间。大家喜不喜欢吃高丽菜呢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切好了，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个宽冬粉，泡热水。我们家因为刚好有宽冬粉，所以就用宽冬粉。如果要用细条状的冬粉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上次我是做炸三角，用宽冬粉，还有剩下一些，现在来用宽冬粉。用热水比较容易泡软，现在盖过宽冬粉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泡腐竹，腐竹的话准备2条，我是在杂货店买的，剪成小段状。一样也是泡热水。宽冬粉泡软了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腐竹也泡软了，放盘中备用。锅内放入5汤匙的油，把金针菇放进来，煸成焦黄色。就这样持续不停的翻炒。金针菇经过炒香，炒至焦黄色后，它会释放出鲜味。所以就这样一直不停的炒，炒到一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开始比较湿润了，因为金针菇释放出水分。再继续炒，炒一炒，大概炒1-2分钟，可以铺平，让它煎一下，先不要动它，大概煎个30秒左右，再翻动，翻动一下，再铺平，让它煎一下。大概循环好几次，快要变成焦黄色了，像这样，再继续翻炒，让它更深一点。差不多可以了，放入姜片，继续翻炒。闻到姜的香气了，放入红萝卜丝，给
它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，放入红喜菇。略炒一下，放入粉丝，还有腐竹，充分的拌炒均匀。现在放入高丽菜，加入200cc 的水，用筷子翻拌。拌拌这高丽菜有点软化了，现在来调味：素蚝油1汤匙，酱油1汤匙，盐1/4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。把调味料炒匀。高丽菜还没有完全软的时候，可以放入青椒进来，继续翻拌。青椒翻炒到你喜欢的熟度和脆度，就可以关火起锅。现在味道也完全融合了，刚有试吃，很香，很好吃，高丽菜脆脆的。赶快关火起锅，高丽菜盛起来，让它放凉。现在来包。今天想包大卷一点，放多点的高丽菜炒冬粉进来，这样子已经是很美味的一道菜了。如果再包进这个千张里面，会有更不一样的变化。用手整理一下，集中，可以来卷了。这里要尽量卷紧，左右折过来，给它折一下，等一下比较好卷。收口处涂上面糊，这样就粘起来了。一卷完成，准备拿去煎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油热了，放进来煎。先煎3条，定型再来翻面。看看可以翻面了吗？有变焦黄色了，翻面。继续让它煎，两面都变成焦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我弄了一个甜梅酱来沾，这是在素食材料行买现成的市售的，来吃吃看，沾一下。这看起来很像那个菜卷，马来西亚也是会有的菜卷，薄饼。好好吃哦！鲜章煎的脆脆的，还有一点豆香味。我喜欢炒高丽菜放腐竹，因为这样子会有增加一些蛋白质，好好吃哦！觉得加辣椒会更好吃。高丽菜很清甜，很好吃，而且冬粉还 QQ 的，太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不要卷成这个千张卷呢。也可以单独这样子吃，就直接配饭，就是一餐呢，非常好吃的一道。
好好吃哦！大家可以呢卷小卷点，又是不一样的风味。那卷大卷点呢，就是要再切一切，等它再切一切，让孩子们来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，让大家订阅，也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！高丽菜现在便宜，赶快拿来做。